很多人都认为，中国人是在新中国成立那天彻底站起来的，但在当时外人眼里，始终没把这当回事。因为世界是现实的，是认实力的。中国在近代被欺负了100多年了，从鸦片战争时2万英军吊打20万清军，到英法联军踏破北京，烧杀抢掠，后来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，接着8国联军侵华，逼迫中国各地赔款，这些屈辱刻在了每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。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，派遣10几万劳工支援一战，可身为战胜国，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屡屡受挫。列强甚至还把山东主权当作战利品，送给了日本。这种战胜国的滋味，比战败还憋屈。后来9·18事变爆发，东北不到半年就全部沦陷。雅尔塔会议上，美国还背着中国，将中国的部分主权让给了苏联。这些历史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个不是血泪与屈辱？虽然后来日本投降了，但日本却认为自己是被美国打败的，和中国没什么关系。在他们眼里，如果没有那2颗原子弹，日本根本不会投降。完全没有想起为了抗战，中国付出了多少又牺牲了多少。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，多少将士血染山河。淞沪会战、台儿庄大捷、百团大战，一寸山河一寸血啊，14年浴血奋战，中国付出了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。这份功绩与牺牲，难道不该被永远铭记？所以在外界眼中，即便新中国已经成立，中国人民依旧是没有尊严的。那中国是从什么时候才真正得到认可的？是从240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开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中国警告美国不许越过3·8线，结果美国人嗤之以鼻，欧洲人冷眼旁观，甚至连一直想和新中国交好的苏联也不看好中国，承诺的援助迟迟不肯兑现。狂妄的美军骑飞机炮弹甚至都打到了中国境内。那时候谁都不信，弱小的中国竟然真敢出兵。但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下，志愿军依然毫不犹豫地奔赴朝鲜，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联合国军拼死一战。没有制空权，补给线被炸得七零八落；没有坦克集群，就用血肉之躯去冲击钢铁防线。场面就是白雪，是战士们的口粮；粗布裹着草叶，是志愿军的棉衣。可就是在这样极端劣势的条件下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凭着钢铁般的意志，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。直到这一刻，全世界都看明白了，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。中国历经100年屈辱，他需要一场硬仗来证明自己了。抗美援朝就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，打完这一仗，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敢轻看新中国。打得一拳开，免得